随着中国出入境政策的优化调整，曾经吵闹着要中国放开的国家，如今却相继采取单方面限制来自中国旅客的举动。事实上，多国卫生专家都表示没有必要针对中国采取特别的入境限制。中方则表明将对等反制出于政治目的实施入境限制的国家。话音刚落，美国随即跳脚，称中国没有理由对他们进行报复。外交部发言人4号回应美方言论指，希望各方专注抗疫本身，避免任何政治化疫情的言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部分国家采取仅针对中国的入境措施，缺乏科学依据，一些过度做法更让人不能接受。中方对试图操弄疫情防控措施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将针对不同情况本着对等原则采取相应措施。其中，美国要求所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及澳门的2岁或以上旅客乘飞机到美国前，需提交出发前2天内的新冠病毒检测无感染证明。相关限制措施将于1月5号生效。对于中方表态要进行对等反制，白宫方面跳脚了。There's no cause for retaliation here, just becaus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taking prudent health 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citizens. That's what you're seeing from us and other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无端指责中国发布的疫情数据不够透明，中方应提供更多疫情信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号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驳斥了美方相关说法，并希望不要政治化疫情。毛宁表示，3年来，中方已同世卫组织开展技术交流60余次，新10条发布以来就已经举行了2次。中方还继续通过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分享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病毒基因数据。无论是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还是促进全球团结抗疫、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中国政府都采取了负责任的政策举措，尽了最大努力，做出了重要的积极贡献。有不少人表示，如果美方当初没有政治化操弄疫情，而是像中国政府一样，以生命至上的态度负责任的应对，无论是美国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形势，恐怕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我们真心希望各方专注抗疫本身，避免任何政治化疫情的言行，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事实上，已有包括美国专家在内的多方对相关政策提出质疑。华盛顿邮报12月31号的报道指出，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感染人数激增会为新的变异毒株创造特殊条件。世卫组织流行病学家科克霍夫称，目前奥密克戎毒株已经有500多个分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任何地方都有病毒变异的风险。另一名专家沙曼也认为，旅行限制似乎是为了在边境阻止病毒，但现在病毒已经无处不在，这么做毫无意义。英国卫报援引多名专家的观点指出，相关针对中国旅客的限制措施是纯粹的政治举动。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上周也表示，欧洲对新冠病毒有很高的防护水平，欧洲大陆的卫生系统可以应对目前的感染负荷，对来自中国的旅客进行筛查和限制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央视国际锐评3号的评论指出，在某些欧美人的政治逻辑中，无论中国放开或是不放开，怎么做都不对。当中国采取严格防疫政策，有力保护了本国人民健康和安全时，一些欧美国家说3道4，不停嚷着要中国放开，否则就是没有自由和人权。而当中国根据疫情变化优化调整防疫政策之后，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又开始宣扬中国疫情威胁他国防疫，并出台违背事实、违背科学的入境限制政策。现在美国是有一种大变脸的感觉，很难不去理解为这又是一种在这个把疫情政治化的一种做法，单独的把中国拎出来。其实背后也有一种要否定中国过去3年抗疫政策、抗疫成绩的这么一个心态在，甚至是要否定中国的整体的这个国家治理。事实上，多国旅游局和驻华大使馆纷纷向中国游客发出了旅行邀请。新西兰卫生部副部长维拉尔4号表示，新西兰已经进行了一项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旅客的潜在病例数。他说，这项工作证实了这些游客不会对新西兰的病例数量造成很大的影响，意味着入境限制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理的。
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加4号在雅加达表示，印尼将在保持谨慎的同时，公开欢迎中国游客的到来。他透露，已有多家中国航空公司正向印尼相关部门申请恢复或开通中国到雅加达和巴厘岛的直飞航班，还有多家印尼航空公司将增开两国直飞航班。